80岁那年，他最后一次把3个孩子叫回彰化，不是交代遗产，也不是哭着说舍不得，他只是躺在房间里，指了指床头那个用了很多年的木抽吊，跟女儿说，里面有一个牛皮纸袋，你拿出来。大女儿把纸袋打开，整个人愣住了，存折在哪里？保险找 Derry， 土地资料放哪里？全部写得清清楚楚。万一他不能自己说话了，医疗上的事情希望怎么处理也写好了，甚至连3个孩子各自有一封信，信封上还是他自己慢慢写的名字。最让孩子们意外的是，这些东西并不是他病倒之后才匆匆忙忙准备的，而是10年前他还不到70岁的时候就一项一项整理好了。所以他人生最后那段时间，家里没有为了一本存积翻箱倒柜，没有3个孩子在医院走廊争到底要不要救，也没有人事后一直折磨自己。如果那时候妈妈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呢，事情一件一件都有方向。她唯一常说的就是你们不要为了我吵架。最后几天，孩子们轮流回来陪她，有人从台北搭车南下，有人从台中下班后赶回彰化，房子外头还是他熟悉的田。傍晚有人骑机车经过，远远可以听到苗里传来的声音。他握着女儿的手，没有太多戏剧性的遗言，只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话，该讲的我以前就讲好了，你们以后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他离开以后，3个孩子整理东西时，反复讲的不是妈妈留给我们多少，而是还好妈妈以前都先弄好了，不然我们那几天真的会论掉。谢谢妈妈帮我们省了那么多心。我想讲的其实就是这件事，这是一个依照许多台湾家庭真实处境整理出的代表性故事，人物与家庭细节经过整合。我们常以为一个人到了最后能留给孩子最好的东西是一桶房、一块地、一笔钱，可是很多家庭真的走过亲人离开之后才发现，最珍贵的有时候不是留下多少，而是你有没有提前把事情说清楚。因为人到最后最怕的往往不是没东西留下，而是留下了一堆问题，让活着的人替你猜。而这位阿廖在70岁以前就替自己做了一件很多人不敢做的事，他写了一份只有3项的交接清单。第一项，钱跟重要资料交代清楚；第2项，医疗跟照顾的决定自己先想过；第3项，把该说的话说完，把关系收好。听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但你仔细想想，真正做的家庭有多少？很多人连自己到底有几张保单，孩子都不知道，土地权状在哪里不知道，银行有哪些账户不知道，哪一笔钱是定存，哪一笔还有贷款不知道，手机里的重要账号怎么处理也没有人知道。更别说如果有一天自己昏迷了，不能讲话了，到底想不想接受某些医疗处置，希望代替自己参与医疗决策，家里更可能从来没谈过，等事情真的发生才开始处理，那才是最辛苦的时候。这位阿刀为什么会这么早想到这些？不是因为他特别悲观，恰恰相反，他就是因为进过别人家太论，所以决定自己的孩子不要再走一次。60多岁那几年，他有一位认识很多年的邻居突然中风，人送到医院之后，几个孩子全从外地赶回来。老大说妈妈以前最怕插管，老二却说你怎么知道？他又没正式说过。有人想祭酒抢救，有人觉得妈妈以前很怕受苦，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在孝顺，偏偏没有人能证明妈妈真正想要什么。更麻烦的是，后来整理家里，抽屉里一顶存，有的是很久没动的旧账户，保单散在不同地方。一块土地到底有没有跟亲戚谈过什么，也没有人讲得清楚。最后兄弟姊妹开始互相问，是不是妈妈以前有跟你讲，她有没有给你什么？为什么这件事只有你知道？你看，很多家庭真正裂开，未必是因为大家逃，很多时候只是资讯太乱，每个人手上都只有一小块拼图，到了情绪最脆弱的时候，又被迫一起做重大决定，人一急，一句普通的话都可能听成怀疑。阿廖看完那一场，回家以后没有讲什么大道理。那天晚餐吃完，他把桌子擦干净，拿出一本以前记农药、肥料、家里开销用的旧笔记本。他在第1页写，以后如果我老了，这些事情你们不用找。下面第1行就是钱、土地、保险，这就是他第1项交接。他做的方法其实非常土，没有什么复杂表格，也没有漂亮的档案。
他只准备了一个牛皮纸袋，纸袋外面写4个字：重要资料，里面放的是资料清单，不是把所有密码毫无保护地全部掏在任何人都能拿到的地方。他先写自己有哪些银行账户，主要用途是什么，存置与相关文件放在哪里，再写有哪些保险，保险公司的名称，保单位置，需要联络 day， 家里的土地，房屋相关文件放在哪个抽屉，也写下来。如果有借出去的钱，有还没处理完的债务，他也留下记录，甚至邻家里某些重要联络人，他都写上姓名跟电话。他后来还加了一页手机，因为他慢慢发现，现在一个人真正的家当已经不止放在柜子里，手机里有照片、通讯软体、Newport 网络账号，有些甚至牵涉金融服务。这就是现在很多家庭开始注意的数位遗产。但这里有一点一定要说清楚，整理账号不等于把所有银行密码、提款密码直接写在一本人人都看得到的笔记本上。比较安全的做法是先列出有哪些重要账号，资料存放在哪里，需要时该找大类处理，真正敏感的密码者另外用安全方式保管。如果涉及财产移转、移送、继承、授权，就不能只靠一张自己写的小纸条认定具有法律效果。重要事情还是要找律师、公证人、金融机构或相关专业人员看婚姻。阿廖不懂什么叫数位资产管理，他只懂一个很国术的道理，不要让孩子找不到。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想，我东西又不多，有什么好写的？偏偏东西越少的人，有时候越容易什么都不交代，因为总觉得没多少。可是对孩子来说，最麻烦的从来不是金额大小，而是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妈妈到底只有这一本存积，还是别家银行还有？爸爸以前那张保单停掉了没有？那快填的资料在哪里？某个亲戚说以前借过一笔钱，到底是真的还是记错？一件一件看婚姻，非常耗精神，而且往往是在办丧事、跑医院、通知亲友、处理工作请假的同一段时间一起发生。所以第一项清单真正交接的不只是财务，它交接的是资讯。阿肖后来跟3个孩子喝茶时，第一次提到这件事，孩子也是吓了一跳。儿子马上说：妈，你身体好好的，写这个干嘛？他把茶杯放下来，就是好好的才写啊。儿子没说话，他又补一句：真的躺在那边，我还写得动哦。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我们最大的迷思就是总觉得老后安排应该等老了再处理。问题是，真正需要你做决定的那一天，很可能正是你最没有力气做决定的时候。所以最好的时间往往不是80岁，而是你还清楚、还走得动、还能跟孩子坐下来慢慢讲的时候。可是如果你以为把钱整理好，孩子以后就不会为难，那还只做了一半。真正让很多家庭多年以后仍然放不下的，其实是第2件事，医疗。尤其是那一句到底救不救。大家不要小看这4个字，在医院里，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因为站在床边的人往往不是在冷静做选择，他可能前一天才跟妈妈讲完电话，可能原本还想着下个月带爸爸出去走走，突然之间医生开始谈病情、预后、急救、插管、维生、遗留，孩子脑中只有一个声音：如果我现在说不要，我是不是不孝？另一个孩子可能想，妈妈以前明明说过不要受罪，问题又来了，她到底什么时候说的？是在看新闻时随口讲一句，还是真的理解医疗状况后做出的决定？谁能代表他？兄弟姊妹意见不同怎么办？这位阿肖第2项交接处理的就是这个。他没有只在饭桌上说一句以后不要救我，因为这句话其实远远不够。他先把自己最在意的事情讲清楚。他告诉孩子，如果有一天只是暂时生病，医生说治疗后有机会恢复，该治就治。可是如果真的到了医生判断已经没有办法恢复的状况，我不希望你们只是因为舍不得，一直让我受很多苦。更重要的是，他后来知道台湾有正式的制度可以提前谈这件事。台湾病人自主权利法已经提供预立医疗照护私商以及亲属预立医疗决定的制度。预立医疗决定并不是自己在家写一句我不要插管就自动等同完成法律程序，而是有正式的事商、书面文件、见证或公证以及医疗机构核章等程序。这个观念很值得我们分清楚。平常在家写一份我的医疗想法，
当然有价值，因为它能帮助你整理自己的价值观，也能让家人知道你真正怕的是什么，在乎的是什么。可是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医疗意愿在符合相关法律条件时有正式依据，就应该进一步了解预立医疗照护事商与预立医疗决定。阿廖跟孩子第一次聊这件事，也不是做得很正式。那天是过年，饭后大家在客厅吃橘子，他突然说，我有一件事情先跟你们讲，你们不要每个人到时候自己猜。小儿子还笑他又在讲什么了。他说，我自己的身体趁现在能讲，我自己先讲。那天他们谈了很久，其实有些话孩子听了会不舒服，可是奇怪的是，真正讲完以后，大家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以前不能讲的事情突然可以讲了。他也指定，如果未来真的遇到自己无法表达的状况，希望主要由哪一位孩子负责跟医疗团队沟通，再把资讯同步给其他兄弟姊妹。为什么要指定一个主要沟通的人？不是偏心，而是避免3个人同时收到不同版本的资讯，再各自解读。家庭里很多征战就是这样来的。尤其现在台湾家庭结果跟以前不一样了，孩子可能一个住台北，一个在台中，一个甚至长期在外地工作，家里的老人也可能是老夫妻彼此照顾。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卫福部资料显示，截至2025年1月，65岁以上人口已超过460万人，占总人口超过 20%。 这代表家里老人以后怎么办，已经不是少数家庭才会遇到的问题，它正在变成每一代人都要学的一堂生活课。而且照顾并不是只有住院跟自己唱2个选项。现在台湾有长照服务体系，民众可以透过1966长照专线、地方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住院期间的出院准备就接或线上方式申请，再由照管专员评估并连结适合的服务。可是我特别想提醒一件事情，长照资源很重要，但资源不能替你回答我想过什么样的老年，这个答案还是要自己先想。如果有一天行动不方便，你愿不愿意接受居家服务？希望尽量留在熟悉的家附近，还是愿意是照顾需求考虑机构？如果另一半也已经70、80岁了，你还希望他一个人扛所有照顾吗？孩子如果都在外县市，你真正希望他们怎么分工？这些话越早谈越不残忍，越晚谈反而越残忍。阿牛第2份清单最后只写了几行字，但大女儿后来说，那几行是整个纸袋里最珍贵的东西，因为妈妈真的病重时，他们不用互相逼闷。你觉得妈妈要什么，他们可以一起回头看妈妈自己以前怎么说。差别就在这里，前者孩子是在替父母决定，后者孩子是在帮父母完成自己的决定。可是你知道吗？做到这里，阿六还是不放心，因为他知道有些东西比钱更难分。房子可以谈，土地可以依法处理，存款可以清点，唯独一句20年没有说出口的话，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补。所以他第3项交接完全不是财产，是人。他替3个孩子各写了一封信。大女儿那封，他写，你从小最懂事，我以前什么都叫你让弟弟，现在想起来对你不一定公平，就这一句。女儿看到的时候就哭了，不是因为妈妈写得多漂亮，而是这件事她小时候真的委屈过，只是长大以后没再提。儿子的信里他写，你以前工作换来换去，我嘴巴一直念你，其实我是怕你辛苦，不是觉得你没用。另一个孩子他写的是，你住比较远，不用，因为没有常回来觉得对不起我，有空回来吃饭就好。你会发现他没有写什么人生大道理，没有兄友弟恭，没有家和万事兴，都是很小的话。可是真正能把人的心松开的，偏偏就是这些小话。我们这一代的很多父母其实很会做事，不太会说早上替你买早餐是爱你，你回家之前先把水果切好是爱你，你说不用带菜，他还是硬塞一袋给你，也是爱你。可是有些关系里光靠猜是不够的，孩子可能40岁50岁了，心里还放着一句，我妈是不是一直比较疼弟弟，爸爸是不是从来没觉得我有出息，那一年我们吵架，他到底有没有原谅我？父母以为都一家人，还需要讲吗？真的需要，因为死亡最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它会让所有没说完的话突然失去补考的机会。所以阿刁那几封信真正交接的是什么？
不是遗言，是答案。他甚至在最后面另外放了一张纸，写他对后事的想法，不要铺张，亲友方便就来，不方便不用勉强，兄弟姊妹不要为了形式争该怎么办，照家里能力。他还特别写一句，不要为了做给别人看，让自己欠钱。这句真的很像老一辈会讲的话，他不是要求孩子一定要替自己办成什么样，反而是在替孩子解除责任。这件事很重要，因为很多人交代后事时，不小心把我的期待变成孩子未来的考试，一定要怎么做，一定要待会儿回来，一定要办几天，一定不能少什么。结果人走了，留下一张超高标准的作业给孩子，那不叫体面告别，那只是把阿力延后交出去。真正好的交接应该是把选讲清楚，也替家人留一点弹性。阿捞最后写，你们如果有不同意见，以不吵架为主，很求恕，但我认为这可能才是整张清单里最有智慧的一句。讲到这里，你可能还是会觉得我知道这些有道理，可是现在就跟父母讲，真的很怪。尤其很多台湾家庭最怕一句话，不要讲这种不吉利的。吃饭好好的，你突然说爸，你以后如果不能讲话，要不要插管？爸爸可能筷子直接放下来，我还没死耶。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谈，而是怎么谈。阿喵做对了一件事，他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包装成准备死，他讲的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先整理。这两句话带来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在等死亡，一个是在管理人生。所以如果你想跟父母谈，也不要一开口就问你以后死了房子怎么分，换成最近我看到很多家庭临时要找资料，才发现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家的重要文件要不要找一天一起整理一下，万一以后住院会有急事，大家比较不会慌，是不是立刻不一样？再下一次可以谈，如果以后真的需要照顾，你比较希望怎么安排，再熟一点才慢慢谈医疗，不要一顿饭把医残、插管、丧礼全部问完，那不是沟通，那像盘问。而且大家要记得，这份3项交接清单不是70岁专用，50岁可以写，60岁可以写，70岁当然也来得及，甚至40岁，如果家里有孩子、有逢泰、有保险，本来就可以整理重要资讯。因为交接从来不是老人的专利，人生真正的不确定也不会先看身份证。只是为什么我特别会鼓定70岁以前开始，因为这个阶段很多人还有足够精神处理事情，也更有机会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跟家人慢慢谈。你今天写完不代表明天就会用到，最好远远晚一点才用到。但就像我们会替房子买保险，替手机备份照片一样，准备不是在期待坏事发生，而是承认人生确实有我们控制不了的部分。真正成熟的准备是把能控制的先整理好。如果你现在觉得整份清单听起来还是很多，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版本，今天什么都不要研究，先拿一张白纸，第一行写，如果我临时住院，家人第一个需要知道什么，然后写3样，重要证件在哪里，常用医院或医师资讯，紧急联络人是 Derry， 写完就停，不用一次整理完人生。第二天再拿一张纸写，如果有一天我不能自己做医疗决定，我最在意什么？不是先回答专业医疗问题，先回答价值。我最怕长期没有义气，只靠医疗维持吗？我最在意清醒跟家人相处吗？我希望 Derry 陪我一起了解正式的预立医疗照护事商，先把问题写下来，如果有进一步需求，再向合格医疗机构了解正式流程。第3件事情更简单，挑一个你最想讲但一直没讲的人，写一句话，不用写信，一句就好。以前那件事，其实我一直知道你受委屈了，爸爸以前不太会讲，但我一直以你为稳，你不用一直担心我，你先把自己的日子过好。那一年我们吵得很碎，我早就没有生你的气了。一句话有时候就够了，因为整理人生不是在整理死亡，是在减少未来的遗憾。你知道我最不希望大家看完这支影片之后做什么吗？收藏，然后什么都不做。很多重要的影片我们都是这样，觉得有道理，按个收藏，想着以后要处理，半年以后又看到一次还是没处理。所以今天不要整理全部，就做第一步，找一个资料夹，一个纸袋，一个抽屉，把它定义成家里的重要资料区，先放进第一份东西，
这个动作做下去，你就已经开始了。接着找一个星期六下午，泡粥茶，跟家人讲半小时，不用谈死亡，只谈我们如果有一天遇到急事，怎么样才能不要手忙脚乱。你会发现，很多以前觉得不能讲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反而是不讲，才会一直卡在心里。现在台湾已经是一个超高龄社会，我们会越来越常遇到一种家庭样貌，70多岁的人照顾90岁的父母，70几岁的夫妻彼此照顾，孩子都在外县市工作，一个人住，兄弟姊妹散在不同城市。真正出事的时候，大家才从不同地方赶回来。以前一家5，6个孩子住得近，很多事情可以靠人力补，现在不一样了。所以未来真正成熟的家庭，不是什么事情都叫孩子到时候再说，而是父母有父母的准备，孩子有孩子的责任，彼此把资讯讲清楚，能自己决定的时候先决定，能自己整理的时候先整理，需要专业协助的就找专业，这不是冷淡，其实恰恰是一种非常深的体贴。阿娇80岁那年，身体真的慢慢走到最后一段，孩子们当然还是难过，准备不会让失去变得不痛，这一点我们不要讲得太漂亮。妈妈就是妈妈，再完整的清单，也不能让孩子在他离开时完全不哭，可是准备可以少一种痛，叫做后悔。少一句早知道就问他了，少一句那天是不是我做错决定，少一句如果我们兄弟没有为这件事吵架就好了，少一次翻箱倒柜，少一次互相猜疑，少一次把自己的选择硬套在最爱的人身上。所以他最后那几天，孩子坐在床旁边，不必忙着追问，妈，这个怎么办？那个放哪里？你到底想怎么做？该问的10年前就问过了，该写的10年前就写了。那几天剩下来的时间，终于只是陪伴，大女儿替他擦手，儿子坐在旁边讲孙子的事情。有人把窗户稍微打开，脏话傍晚的风进来，他有时候睡，有时候醒来看到孩子就点一下头。没有人忙着算，没有人忙着猜，也没有人需要抢着证明。Derry 比较孝顺，这可能就是一个人能留给家人很珍贵的最后礼物，不是要求他们用最盛大的方式送自己走，而是提前10年把最后那几步路整理签件。他走了以后，3个孩子一起把那个牛皮纸袋重新整理，资料一份一份拿出来。大女儿看到妈妈10年前的字，那时候手还很稳，一笔一画都写得很清楚。最后一页只有几句话，钱的事情照规矩，医疗照我讲过的意思，你们3个不要为我吵，自己的家庭顾好。最下面还有一行，有空回来看看就好，不用一直想我。女儿看到这里还是哭了，后来她说，妈妈怎么都替我们想到了。其实也不是怎么都想到了，人生哪可能全部安排好，真正厉害的地方是他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安排，但至少可以先说，不能决定自己哪一天离开，可以决定重要资料是不要让孩子找不到，不能保证最后一定会按照理想中的方式发展。可以在意识清楚时先了解医疗选择，正是表达自己的价值与意愿，不能保证一家人永远没有摩擦，可以趁现在还来得及，先把那些最容易留下遗憾的话讲出去。这就是我今天真正想讲的3项交接清单。第一章是资讯，我的财务、财产、保险、重要文件与必要联络方式到底在哪里。第2章是选择，如果未来进入需要照顾或重大医疗决策的阶段，我在意的是什么？道尔最了解我的想法，以及是否进一步完成正式的预立医疗，照护师商与预立医疗决定。第3章是感情，哪些谢谢还没说，哪些对不起还欠着，哪些误会应该解开，哪些期待应该放下，还有我离开之后希望你们怎么继续过日子。你会发现第3章其实最便宜，1毛钱都不用，但很多人拖得最久。所以如果你今年已经60岁、70岁甚至80岁了，我不想用来不及哈你，只要今天还能讲还能写就不算晚。但如果你才50级、60级，更不要觉得太早。70岁以前把这3件事情整理好，不是因为人生快结束了，而是因为你终于活到一个年纪，开始懂得爱一个人，不只是一直替他做事。有时候真正的爱是不把自己没处理完的人生全部丢给他收拾。如果你是父母，希望你有一天能很平静地跟孩子说，我的事情
我有整理，你们不用怕。如果你是子女，也不要等爸爸妈妈自己开口，找一个气氛轻松的下午，陪他们一起整理，不要催，不要逼，不要一开口就问财产。先问一句，如果以后真的需要我帮忙，你最希望我知道什么？很多父母等的可能就是这个入口，而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早就默默替你整理过这些事情，那也请你不要觉得理所当然。有些父母花了很多时间，把自己最后可能带给孩子的麻烦一件一件先拿掉，他们嘴巴不一定会说这是我留给你的爱，但那个放着保单的资料夹，那张写满电话的纸，那句不要为了我吵，其实都是有机会跟他说一声，谢谢你先替我们想好了。人老了以后真正的体面不一定是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少存款，而是到了最后自己的人生还有一部分可以由自己做主，重要的事情有交代，重要的人没有留下太多话没说，孩子送你的最后一程，不需要一边哭一边替你解一道没有答案的题，这才叫真正的体面告别。不是没有眼泪，而是少一点混乱；不是没有舍不得，而是少一点后悔；不是把死亡安排的完美，而是在还能好好生活的时候，把爱安排的清楚一点。如果今天只能做一件事，就先拿出一张纸，写下我的3项交接清单，不用等70岁生日，不用等生病，更不用等医生提醒，今天就可以开始。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在留言区告诉我，这3项里面你最想先整理的是财务资料、医疗照护意愿，还是那些一直没有说出口的话。也可以把这支影片传给家人，不是提醒 Daryl 老了，而是找一个理由，让一家人终于可以把那些早晚都要面对却一直没机会谈的事情好好谈一次。如果这支影片让你想到某一个家人，记得帮我按个赞，也订阅频道。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聊那些真正跟晚年生活有关，平常没有人教却会影响一整个家庭的事情。最后也提醒大家，本文谈的是生活整理与家庭沟通经验，涉及预立医疗决定、医疗处置、遗赠、继承、财产移转、账户授权等重大事项。实际法律效果与程序，请依个人情况向合格医疗机构、律师、公证人或其他相关专业人士卡克尼。人生最后有没有遗憾，我们 day 都无法完全控制，但至少有一些事情可以趁今天还来得及，自己先写下答案，